嘿，你跟我一样吗？我一直很喜欢探索冷门的国家，喜欢体验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每当踏入一个全新的地方，都能让我重新思考，生活究竟能有多少种可能。这次我来到了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不丹。非常淳朴的地方，因为它的宁静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所以是让不丹一直保留它很独特的特色。不丹人民的家是可以看到洋具摆在家里面，基本上都会有，这是为了辟邪的。一个完全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他们的交通呢却没有很混乱。只要呢你来不丹旅游的游客，每一天呢都一定要缴。是美金哦。不丹位于南亚，北接西藏，南临印度，是一个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神秘国度。全球仅78万人口，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全球唯一负碳排国家。我们降落的 Paro 机场呢，是世界上最难降落的机场之一，四周全是高山，飞机必须要在狭窄的山谷间盘旋下降，感觉很惊险，对吧？但实际上呢，非常的平稳。目前仍然保持零失误的降落。搭不丹皇家航空的时候，可以坐最左侧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一下飞机呢，机场的建筑充满浓浓的不丹风格，在未入境的区域也是可以拍照的。不丹的 Paro 机场就是我有史以来去过全世界最漂亮的机场，行李转盘那边也超漂亮。不丹啊，一直被称为全世界旅游最神秘的国家之一，是因为它是一个旅游自由行蛮有限制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是你可以自己行动的，大部分呢你都一定要透过旅行社帮你承办不丹的旅行签证等等的。只要呢你来不丹旅游的游客，每一天呢都一定要缴100元美金，是美金哦的旅游发展费，然后这个费用呢政府会用在一些当地的永续发展啊，或是医疗，政府非常的保护这边的人民跟环境。那我这次呢来到这边是由不丹当地的地接社 Roots and Journey， 他们之后呢也会跟台湾的一些旅行社合作。目前来不丹旅游可以在曼谷转机，而下半年度也会积极开通从台湾直飞不丹的包机哦。不丹它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是因为这里是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国家的发展。但这里的人真的有比我们快乐吗？ They don't wear blue jeans, LV, Prada, Chanel. You see all the Bhutanese, they wear the same kind of dress, so they have the equality amongst everyone. This is one of the part that makes them happy. Second, the housing. If you actually see, the town council of Bhutan actually have certain designs of their houses which are designed in similar. So you'll actually see all the housings and all the buildings will actually look same. This is a skirt. He's naked in this. This is the biggest pocket in the world. Yes, your card, everything. When my daughters they were young, I used to put them inside and take in the town. So you can put baby inside. Yes. 玩得开心。好啦，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一个地方，到了一个铁桥。这一个旧的铁桥是以前曾经村庄里面用的，保留在这里。但我们有一个新的在这边，然后可以走到对面。这旁边啊有挂了很多的布条，它其实上面是写了佛经，这个称为经幡。蓝色的就代表天空，红色的就代表花，然后绿色的就代表是整个环境。那对他们来讲呢，这些东西是会给他们带来好运的。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国王全家福的照片。这个地方可以转经轮，顺时针绕一圈，代表是祈福的意思。不丹有85%的人口是信仰藏传佛教，可以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宗教和文化氛围无处不在。那这次呢，我们也有超级多安排参观许多寺庙的行程，那处处呢都能看见转经轮及经幡，也能感受到这份信仰早已成为了不丹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丹超有名的佛像就是这个不丹大佛，这座大佛呢，它被视为是全世界最
最大的佛像之一，一个来自于新加坡的富豪所捐给他们的。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进去了，它里面是不可以拍照的。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他们现在正在做1年1度最大法会，可惜里面不能拍，不然我觉得里面还蛮精彩的。就是他们会请一些大的出家人来到这边，然后是24小时不停的。有时候很大的法会会在室外那边做，只是因为现在真的太冷了。转经筒有不同的，有大的，有小的。转一次就代表一晚还希望6个那个念经的意思。累的话，他们坐下来，他们带下来了，他们就在午餐。有很多人一起顺时针绕着这个佛塔，然后一边绕一边念经。那至少呢一定要3圈。这边呢有很多老人家，他们平常白天没有事情，他们几乎每一天都来绕一整天。你绕越多，就是积越多福的意思。藏传佛教在不丹这里的氛围很根深蒂固，他们是很相信缘分这件事情的。导游他就有说，对客人好或对客人用心，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责任跟缘分，他们很相信缘分。就上辈子是你带我来这个地方玩，所以这辈子换我带你来这个地方享受不丹的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做 Taken 的保护区，不丹呢是完全没有动物园的。这个就是 Taken。四不像就不像那个牛，不像猪，不像老虎，然后就不像马。它的那个头呢就像那个羊的，然后就它的那个身上的毛就像牦牛，蹄呢就看上那个猪的，长得是有一点像马，所以呢就才叫个四不像。有一只在看我们。在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还口误说了 zoo， 但乌根马上就纠正我说，不丹没有 zoo， 这里是保护区。因为前任国王认为动物应该享受着自由，因此不丹政府不只是保护动物，更是用严格的环保政策来守护这片土地，像是禁止使用塑胶袋啊，或者是限制私人车辆进口，并且承诺国土60%以上都一定要维持森林覆盖，确保自然资源的永续发展。Not any traffic light in Bhutan, right? Yes, we don't have any traffic light. We just have that over there. 他们是完全没有红绿灯的，完全都是依照那个警卡指示人行的红绿灯的概念。一个完全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他们的交通呢却没有很混乱诶。They stand there all day or just 6 hours. What is great about Bhutan is we don't have any traffic jams here. If you are to be stuck in the traffic and say, oh, today there was so much of traffic, it means maximum 5 to 10 minutes. That is the traffic limit in here. But then if you walk on the zebra and somebody hits you, then you can sue them. We follow GNS, right? More car means more pollution,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在不丹呢，私家车数量是受限的，外国人来这里旅行也不能自驾。这不只是为了减少交通堵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持不丹负碳排的目标。那在路上呢，我们可以看见车牌分为3种 ：BP、BG 以及 BT。 We are trying to be self-sufficient, sustainability. We focus on that one. That is one way to define happiness. Consuming what we have, but then also being conscious about keeping it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晚上呢，我们就到饭店外面小小逛一下。这里呢是青浦这边最热闹的地方。我们饭店旁边这个广场是他们通常会在办一些活动。这个广场后面之前会有一些国外的歌手来办演唱会。青浦这里啊，明明就是不丹的首都，但是可以看到最热闹的地方都超级安静，而且他们的交通都很整齐、很守秩序，你几乎不会听到任何一个喇叭声。来到了有点类似光华商场的地方，旁边都是卖手机的店。Hello， Hello， 来到一个肉店哎，还是它都是冷冻过来的？不是啊，可是看起来是生切的耶。他们路上完全不会出现任何我们熟悉的那种国际品牌，
完全没有，唯一看到的是 Miniso， 全部都是他们很 local 的那种杂货店、在地的咖啡厅、餐厅等等。现在仿佛来到不丹的 shopping mall， 这一栋已经是我们目前看到最繁荣的一栋了，这边最多到6楼而已。找到一个重点了，为什么不丹整体感觉很宁静？就是他们每个店家跟餐厅完全都没有放歌。你不需要这么多的钱，你不需要这么多的钱，你就幸福了。所以他们欲望很少，是从不听歌开始。没错，那个节奏你就被带快，然后你心脏就会加速，然后你就会想要买东西，心如止水啊。我们来到一间甜点店，要来试吃一下，看起来都不怎么好吃。这个蛋糕我不欢喜。这是他们的 7-Eleven 吗？这东西好酷哦！这是什么啊？早安，接下来会是一路2-3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带了救命法宝人参铝胺，干杯！我们这边的那个学校呢，这边是没有餐厅的，他们自己要带自己的饭，就是要公平的。因为有钱人他们就没关系，但是没有钱的人呢，那就会有一点辛苦，然后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对吧？所以呢，就是为了公平的，每个那个学校就他们手上拿着一个袋子，那个里面是有饭的。我们不丹这边那个教育和医疗是完全免费的。那个从外边过来的客人一进到不丹呢，如果他们那个生病的话，那他们去到医院呢，1分钱都不用给的。我们中途看到了一个路边小摊。哇，这个玉米吃起来好硬哦，干干硬硬的，跟我们吃的一般那种很 juicy 的玉米很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啊？有点像早上吃的刨饼。刚在路边买的这个，它的口感很像虾饼，没有什么味道，一点点咸咸的。没有蛮像虾饼的，像虾饼，但就没有什么味道，有咸味，虾饼的感觉，油加盐的虾饼，有一个油味，对，有一个油味。第二天早上呢，我们从汀布前往普纳卡的途中会经过 Dochula Pass， 这边呢有108座纪念的佛塔，在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喜马拉雅山。但是今天天气不好，完全看不到，因为这边天气比较不稳定，海拔3100公尺，比较高，比较冷。像今天就是全雾，完全看不到喜马拉雅山。冬天的时候，如果你吃这个槟榔的话，会发热的。里面一定要蘸那个石灰，如果没有石灰的话就不好吃。吃一吃会有那个要吐，我不吐，你吞下去，我就吞下去。真的吗？真的。好喝吗？好吃吗？好吃。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有吃过一次，我觉得哇，有一点苦。你是吃了一次嘛，没有习惯，你习惯了觉得就很好吃。You also eat doma? Because I saw a lot of people eat that here. Have you tried it? Yeah, till 2019 I used to. After 2019 I quit. And then after eating this, you cannot eat spicy food. 现在就是年龄比较年轻的就不这么吃，我的年龄的基本上90%都会吃的。然后就我们农村里面的时候，就是有什么聚会啊，每个家里面他们都会给你们吃槟榔，就是一种我们的文化。这些佛塔是2005年才建的，就为了纪念第4代国王。曾经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灾难，那时候的国王呢就特别建立了这个佛塔。不丹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完全的淳朴跟宁静。如果你很想要放松心情，喜欢冥想，你喜欢安静，不丹呢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地方。来不丹不要追求太完美的东西，超级高品质的服务，或者是到日本旅游那种待遇，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的。不丹它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地方，有一点未开发，就是因为它的宁静，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所以是让不丹一直保留它很独特的特色。像我之前去北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懂说北韩有什么好玩，到底为什么要去一个这么痛苦没有办法享受度假的地方。但其实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讲一直都不是那种享受5星级服务，而是你来到一个真的是跟你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端的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放慢自己的步调，平静一下自己的内心，去好好体会一下这里的生活节奏。有时候旅程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完美，其实也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啊！哇，已经起雾了。来到了幸福村，随处可见墙上有许多洋具彩绘，甚至纪念品店里有许多木雕摆饰跟吊饰。这个习俗呢，是来自于16世纪的一个高僧，他认为洋具象征生命力，能够驱邪避凶，甚至带来好运与生育能力。至今，许多信徒也会专程前往求子庙来祈求好运。你看它这边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造型，而且还做成飞机的形状。其实它把它彩绘得很漂亮哎。这个洋具呢，本来就是从这个寺庙留下来的。农村的时候呢，盖房子的时候，都是在4个方向都会挂着这个洋具的，这是为了辟邪的。不丹人民的家是可以看到洋具摆在家里，对，基本上都会有。生孩子的时候呢，把那个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洋具挂在他的脖子上面。那么那个魔鬼是变成狗啊，然后他就建一个佛塔，然后给名字就是七米，就是没有狗的意思。五狗庙。如果你有想要求生育的话，是可以来这边祭拜的。其实不难走，大概爬个5到10分钟就到了。这个是我们叫那个转经筒，他们放的是全是经文的，年龄比较大的就是他们走不动，一直在那边那个转经筒旁边坐着，他的手上也拿着一个很小的一个转经筒，就是念经一样的。像我们刚刚就有看到一对夫妻，他们是背着洋具来到这里。来到不丹的寺庙呢，都一定要脱鞋，而且不可以戴帽子，也不能拍摄。来求子的人，他们就会到里面去祭拜，旁边还会放个小箱子。真的有很多国外的人，然后来到这边求子，然后生了孩子，把小孩的照片寄回来。除了求生育以外，可以求姻缘，求男朋友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是孩子，但是也可以求保平安，求那个男朋友都可以的。Life is simple. And that life actually makes them a happy country. They don't have materialistic feelings for envy each other. All those things doesn't happen in Bhutan. So that makes Bhutan as one of the uniqu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ome, see, feel and believe. Bhutan tourism logo used to be happiest place in the world. But now they've changed the slogan. The new slogan is Bhutan Belief. So you need to believe in Bhutan. They are small, they just earn a little bit of salary. The salary usually is are between $200 to $500. They're happy. So which you will not see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to see the people, to see the culture, to see the country, so natural and original. 不丹人的幸福也许不只是生活里的简单，而是一种不被比较、不急着追求的状态。这份幸福，我想是要亲自走过这里，才能真正体会吧。